我是安妮，然后现在的工作是线上课程的教练，帮助一些想要突破自己的人，让他美梦成真。大家好，我是赞宇，然后我现在在待产，但其实我的工作是内在成长和艺术疗法相关的工作。你在实现梦想道路上，你印象最深的一个比较奇迹的一件事情有吗？在2017年的时候，我在我的梦想清单小本本上面，我就写下海外志工。有一天晚上，我在 FB 上面看到我的以前上身心灵课程的老师，他说在下个月他要去非洲开一个课程，然后我说开课程，那我去帮你当助教好不好？然后他就跟我说好，那他问问看。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去限制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我写了无数的梦想，我想要去的地方，就是宇宙大神把两件事情合在一起。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叫史瓦济兰 （Swaziland）， 现在他们的国王领袖总统把它改成斯瓦蒂尼。感觉大家看电视上非洲的照片，常常衣服都穿很少吧，然后就觉得他们的国家应该很热吧，就我们一到去那边的时候，第二天晚上就超冷，我们去看日出的时候超级冷的，我才知道原来非洲跟我想的不一样。进去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的这个东西，它叫 ACC， 然后阿弥陀佛中心，它其实是台湾的一个佛教的法师，到了非洲之后，看到他们当地的人。譬如说疾病的痛苦，或是小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并没有办法受教育，因为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国家的一些状况，然后他就发心想要去非洲盖孤儿院，所以他现在在非洲已经有7所的孤儿院了。我们那一次去的志工其实是帮他们的员工还有志工开工作坊，但是因为我们去了现场，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小孩子生活的状况。他们除了提供小孩子食物嘛，就是吃饭，然后住宿。然后他们学的是3国语言，就是中文，然后还有英文，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非洲语言，他们当地的方言。那时候觉得哇，他们3国语言的他们好强。然后再来是他们有上一般的常识课啊，就是国语、数学、英文，然后有艺术跟音乐，然后还有道德教育。他们的小孩就是那种4、5岁的，就像摇头晃脑的用中文练自己，超可爱的，我就觉得。不是只是佛教，就是一些文化上面的道德教育，我觉得这太棒啦！就道德教育这件事情，从小养成东西，我觉得这很酷，就是时间非常的规律啊。晚上8点半睡，然后第二天早上睡。对啊，他们就超困。我为了要看他们在干嘛，所以我很早起床，虽然很想睡觉。在放假的时候要回他们自己的部落，去熟悉他们部落的文化，每个都没有落下。其实讲起来就是有时候想想蛮难过的，因为我们有一次出去镇上买东西，对，我们就跟着出去，然后那时候院长就跟我分享说，他们其实是要去家访4到6次以上，就是非常多次，跟社工家访他们，然后确定一些细节之后才能接来孤儿院，这也是需要政府同意。有时候他们要开好几百里的路去到深山里面，像我们那次接回来的小孩应该是4、5岁而已，就是你就会看到他眼睛透露着不知所措。有时候接回来的时候，大小孩看到小孩那种落寞的表情，就会跟他们说：“你不用担心，这里很好。”用他们当地的方言说：“你们不用担心，这里很好。”这里有饭吃，这其实是蛮冲突的。就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其实是快快乐乐。可是当你听到他们背后的故事，可能是因为家人没有工作，父母或是亲人有酗酒的问题，或者是家暴，甚至是我们最不乐见的就是性侵。这个世界上。就是我要很感谢他们，让我看到，不能说因为看到他们而比较心说我需要珍惜嘛，而是我们除了珍惜自己的生活之外，我们可以去帮助需要的人。因为我2017年去，现在是2023年嘛，其实我在一路看到他们，另外一个我很感动的是，那些孩子他们很认真，然后他们很感恩，他们常常影片表达说他们感谢助养父母，他们真的一排一排排队。
拿棒棒，为了拿一根棒棒糖，那个画面对我来讲是很震撼。他们拿完棒棒糖吃啊，或者是拿那个糖果纸打开，他们手都很黏，然后手都这样黏来黏去，然后就很满足的表情，就是已经在那边一段时间施工，就会抱他们很开心这样。就是像我就很不习惯啊，他没看过你们，或是好奇想要玩啊，想要抱你啊，然后跟你讲话讲不出来没关系啊，就呀，然后大笑啊，随便就啊哈哈大笑。他们可能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改变，甚至会走出部落，走到世界上更远的地方。是看到他们之后，给了我一个社会教育，就是我对于每一个食物要真的很珍惜。还有一个很酷的是，他们现在有开发自己的农场，自己种，或者是请农场种，然后盈利来的，再一个回馈给孤儿院。当初在那里看到的小孩，现在有几个他们申请到奖学金，他们在台湾大学念书，好几个他们都说台湾很好，但是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所学带回他们的国家。有的可能是学的是护士啊，有的可能是学的是不相关于医学，可是有好几个就是他们想要当老师，想要当医生，想要当护士，然后回去贡献给他的国家，或者是他们觉得他要回去更了解他的非洲文化，然后尽他所能去帮助他国家的人，心中还是想挂念自己家，他们是所学的东西可以去帮助他国家。这或许就是因为他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然后阿弥陀佛中心给他们教育，告诉他们要对，用他们可以的方式去感谢他的国家。就埋下都是善的种子，看着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把他们养育成这样，其实很难想象他们要耗费多少的人力跟物力，他们保有他们原来的天真的样子。因为在温饱还没有去满足的时候，梦想好像是一件很奢侈的东西，但是通过这个就这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然后让一群孩子他们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有资格或有可能去谈梦想。可能是因为你现在怀孕，身为妈妈又更能感同身受一个人的梦想，我觉得才会支持他去做更大的改变和更大的贡献。大陆也是，就是有一些组织他们是专门去给那个贫困农村的孩子去讲职业生涯规划的，其实也是帮助他们去锁定你的人生可能有很多种选择，很多种梦想的发生的方式。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他不一定因为你做这个事情是正向有价值的，他就理解你，就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阻碍。我相信可能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到这种心怀梦想，或者说是你们在去为这些事情付出努力的时候，面对一些挑战的话，你会怎么去平衡？前一阵子我有看见 ACC 的一些新闻，那时候看的时候还蛮难过的，因为其实在做善事的人，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大的挑战，在跟这些发了大愿的师父们学习，就是不要怕困难，或是比较怕声浪，就是要回到自己的初心。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好的，是对的，是一件善良的事情，那就做吧。就像他们当地，他们附近其实有3间孤儿院，有不同的宗教，有基督教跟天主教跟佛教，其实有3间，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大家都在做善事啊。如果真的有质疑的话，我就去跟那个机构，就是去询问、去确认。如果你做了一个决定，或是你捐了一笔钱，万一真的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或者是不是最棒的结果，那怎么办？没关系啊。就下次再修正就好了，就是你在不断的选择中学习，然后如果错误了，就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啊。我觉得这当然会不会心痛也是会啦。我们分享我们的钱给他，是他们给我们机会分享钱给他，它是双向的，对，生命相互在允许，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样伟大的，他们的生命用这样的方式呈现，我们的生命用不同的方式呈现，但是我们彼此见面，然后这样的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爱的力量吧。就是人生就好像是一场自我教育的过程，然后自己在自我教育的过程里面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我们做对的事情、被认定的事情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看上去的选择是来考验你的信心的。它的出现不是说是来打击一个人了，而反而
换一个念，转一个念来想的话，它其实是再一次的考验你是不是真的为自己能够去做那一个决定，去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人生。想要把这些故事经验分享出来，主要其实也是我的梦想，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人看见这个机构，然后把你的爱分享给他们，用实际的行动捐钱，或者是去当志工，去支持他们，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让更多人富有希望活在这个世界。对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梦想都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为别人去做一些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投入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这一份力量里面。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长期的活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